今天我们试驾的这台车非常的不一样。首先，它是一台新能源车，而且还是一台增程式的纯电动车。一台增程式的纯电动车有什么特别的呢？其实我在试驾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当我试驾完这台车之后，我发现它从品牌到产品真的跟别的不太一样，并且它是完全一台能够给到你很多惊喜的车。它是谁呢？它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台赛力斯 SF5。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行动力。我们今天试驾的这台车啊，应该叫它金康赛力斯华为智选 SF5， 名字有点长，所以大家都习惯叫它赛力斯 SF5。金康赛力斯这个品牌啊，本身它就与很多新能源车品牌或者说造车新势力完全不同。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很多造车新势力或者新能源车品牌，都是车还没有造出来就已经开始对这个品牌或者某一款车型大力的去宣传。但金康赛力斯不一样，它是先拿出来赛力斯 SF5 这款车之后，才开始对整个品牌包括这台车进行一个宣传，以至于它都上市很久之后，依旧有很多用户对这台车非常的陌生，知道的人少，并不代表这台车怎么样，反而我经过3天的深度试驾之后，我对这台车是非常的满意。满意的点在哪呢？先从上车说起，这是它的车钥匙，我先装进我的口袋。大家注意看，当我靠近这辆车的时候，它的隐藏式门把手就会自动打开了。而且接下来大家注意看，当我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它的座椅是自带迎宾功能的。这样子呢，这个车看起来就整个高级感就很满了，而且确实也很方便我们上下车。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从容的坐进去了。赛力斯 SF5 它整个内饰的设计也是与目前很多车型上呢是完全不同的。就比如它这个中控屏，应该是我从业以来见过这种布局形式里面尺寸最大的一个。它与很多车型相同的是，它整个中控屏里面的功能也是非常丰富的。不同的是，它里面的每一个功能都是非常实用的。在这里最显眼的位置可以看到是一个驾驶模式的调节，它总共有4种驾驶模式，有舒适、经济、运动以及一个弹射模式。当我们切换到弹射模式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它发动机，然后这时候爆发出来一个非常高亢的，然后高转速的这么一个声音，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开一台跑车的时候，那么我们开到那种弹射模式，它的排气声浪会特别大。它呢，因为没有排气声浪，就用发动机的一个高转速呢来调动你的这种驾驶的激情。另外，赛力斯 SF5 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开启方式也是跟目前很多车型不太一样的。那么现在大家基本上见到的都是在方向盘上有一个按键开启，它呢是跟奔驰比较相似的，在方向拨杆的下面有一个单独控制它驾驶辅助功能开启和关闭的拨杆。这种拨杆的形式相对来说，可能前期你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和适应，但是当你习惯了之后，它使用起来的这种便利性，我觉得是要更好一些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赛力斯 SF5 它采用的是一个旋钮式的换挡。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我多次表示我是不太习惯这种换挡形式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开过的很多车的旋钮式换挡，它每次我去挂档都是要先跳到 N 档，然后再去挂 D 档或者 R 档。但是这款车它如果你想要挂 R 档或者 D 档的话，你只要稍微用一点力，它直接就可以挂上你想要的档位，而不是一定要经过 N 档。反而你想要去让它跳到 N 档的时候，你可以轻轻的旋转，你轻轻的转动的话，它是需要跳过 N 档这一步，只要你稍微用一点力就可以直接挂档。所以说我还是能够接受它这个换挡形式的。赛力斯 SF5 它这个座椅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给一个好评的。首先它整个座椅是一个全真皮的包覆，另外这个前排2个座椅都是有通风、加热、按摩3个功能的，包括它车内很多地方也都是一些软性材质的包覆，像这个地方，包括车门板处都是一些软性材质的包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力斯 SF5 它的储物空间表现怎么样，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纠结的一点。首先可以看到它前面底下这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的，相对来说它这里有一个烟灰缸，然后给你放在车里面，然后这里有一个点烟器，包括一个充电器的接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
辅助箱。这个辅助箱呢，它是分上下两层的。第一层呢是一个无线电的手机充电板，再往下呢，你打开之后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非常规整的、比较深的一个储物空间，并且在这个档位的底下，也就是这个位置往前掏的话，它还是有一段非常私密的这种储物空间的。但是唯一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台车它没有这种杯架的置物空间，除了在门板两侧有，它中间是没有置物杯架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奇怪的。其实赛力斯 SF5 这款车它不止内饰设计非常有特点，而且它整个外观设计呢也与我们目前见到的很多 SUV 是不太一样的。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车身的姿态特别的像一台 GT 跑车的感觉，整个车身呢是比较低趴的。另外大家注意看它这个前脸，这个中网设计呢，它其实是从整个前脸上直接镂空出来的一个中网。这种设计呢，目前我只在法拉利罗马这款车上见到过，并且这两款车呢是同一时期推出的，所以说呢，赛力斯 SF5 呢，它整个设计的这种理念呢是非常的超前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赛力斯 SF5 它整个轮胎的尺寸呢是非常大的，轮圈尺寸达到了20英寸，它配备的轮胎呢是倍耐力 P0 系列的轮胎。配备4条这样的胎呢，其实目的很简单，因为这台车它的总扭矩超过了820牛米，它要承担得起这820牛米与地面的那种疯狂的撕扯力。另外可以看到侧面它这个车窗的设计非常的有特点，从壁柱这里开始慢慢的极致收紧，这种设计我们目前只是从一些 GT 跑车上能够看得到。那么这种设计呢，会让整个车辆的视觉效果呢看上去非常的低趴，非常的低矮。但是其实你打开车门之后，你发现它后座的乘坐空间呢，其实头部空间还是很宽裕的。OK， 我们继续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设计。那么它的后尾箱的打开方式呢，是放在这个后雨刷的这个部件这里，按一下 ，OK， 它会自动开启。这个设计呢是与保时捷很多车型的设计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它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呢是非常的规整的，然后四方四正的。OK， 也是一个电子的尾门。我觉得这台车呢还是很有必要和大家聊聊它开起来的感觉的，我觉得真的特别爽。咱们上车吧。今天我们试驾的这台赛力斯 SF5 是一台4驱版本的车型。为什么前面我会说赛力斯 SF5 这款车跟很多纯电动车都不太一样？不只是因为它是一台增程式的纯电动车，而且从它的4驱版本的布局来看，它跟很多纯电动的4驱版本的车型都是不太一样的。很多大部分我们现在见到的4驱纯电动车都是后面的电机功率会要比前面的电机功率更大，但是赛力斯 SF5 它这款车它的前电机的功率是要比后电机的功率更大的。为什么这么设定？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赛力斯 SF5 还有一个前驱版本的车型，它整台车前后电机加起来的总扭矩达到了820牛米，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所以说它的100公里加速已经可以做到5秒内 4.68 秒的一个水平。这个水平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我们在马路上随便找一辆车来跟它 PK 的话，基本上都是秒杀的节奏。虽然说赛力斯 SF5 这款车它的100公里加速非常快，包括它的动力也非常强，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一台非常适合我们去慢节奏享受去开的一台车。当我们慢节奏去开的时候，你通过仪表上的能量流的变化表可以看到，它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后驱车的状态。前面我们说到它这台车的前后电机，后电机的功率是要比前电机功率更小一些的，这就意味着它整个开起来我们日常的话，它的能耗是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这台车它的油耗表现会要更好一些。体现赛力斯 SF5 这款车非常适合我们去慢慢享受开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像赛力斯 SF5 它的4驱版本车型，因为有前后2个电机，再加上一台 1.5T 发动机，再加上一个比较大的电池组，它整个车辆的自重就已经达到了接近 2.4 吨。但是当你去开这辆车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开一台大车的笨重感，也就是说它的整个方向是非常灵敏，指向性非常精准的一台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整个底盘的表现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们之前开很多车的时候，都是它过大的坑洼，包括我们去开一些细碎颠簸路段的时候，它的底盘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赛力斯 SF5 这款车，它整个底盘无论我们去过大坑洼还是小的颠簸路段，它整个底盘对于滤震的那种处理，包括车身回弹的一个姿态，都是非常舒适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赛力斯 SF5 这款车是一台增程式的电动车，也就意味着大部分时间它的发动机是非常安静的，只有当车辆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它才会去然后参与工作，然后给这个充电功能。就算它发动机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车内完全也听不到它一些工作的一些声音状态，所以说整体来说它整个车辆驾驶起来是非常安静的。以及我们在开这辆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导航打开之后，它整个 HUD 抬头显示，包括它的仪表，包括它的中控，它3个屏幕是进行一个信息互联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行车的话也会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安心一些。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发现，当我们压线或者说出现危险的时候，它是一个声音的反馈，这种声音的反馈呢不会特别刺激你，也不会很小声，就是能够刚刚提醒到你，哦，我这个时候压线了，或者说前方有碰撞的危险了。这个尺寸拿捏的是很到位的，不会让我们有一种那种很烦躁的感觉，但是呢它又能够很明确的提醒到你，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赛力斯 SF5 这款车就目前来说，我的整体体验对它是非常满意的。唯一我觉得可能我不太适应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刹车脚感，因为赛力斯 SF5 这款车它的刹车是一个电子助力的形式，所以说呢它对于刹车脚感的那种反馈呢是跟其他的一些液压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你需要去适应一段时间。这是目前来说我驾驶赛力斯 SF5 这款车唯一可能觉得我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说，无论是它的隔音、静谧性，以及它的整个操作的手感，以及它整个底盘的表现、动力表现，包括它一些自动驾驶辅助，还有这些屏幕的互联的功能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完全是要给一个大大的好评。经过3天深度的试驾体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赛力斯 SF5 这款车是一台综合实力以及表现都非常不错的车。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它在豪华氛围方面的营造，我觉得做的是很到位。无论是你看起来、坐起来还是开起来，它都更加像一台豪华车。另外，赛力斯 SF5 虽然说同样是一款增程式的纯电动车，但是它 1.5T 的排量相对于其他竞品而言，听起来就要舒服很多。最重要的是，它开起来的质感以及舒适性、加速等等方面，都是要比同级别的很多竞品要更有优势的。我觉得目前赛力斯 SF5 这款车，它最需要做的就是让更多的用户去知道、去了解它。毕竟相对于那些产品力平平，但是名头叫的比较响的新能源的新车而言，我觉得像这样一台各方面综合表现都非常不错的新能源的新车，更应该也更值得被大家去关注和了解。